有一种耐心，从外面看和原谅没有区别，能区分他们的只有那个实践它的人。公元前68年夏，霍光死，长安街道那天清晨就关了市，送葬的队伍从霍府出发，浩浩荡荡穿过城门，旗帆铺满了视野的边缘，棺椁所过之处，路边跪满了人，跪了很长一条街。汉宣帝走在队伍最前方，他今年35岁，在这张脸上你很难读出什么。他的目光送着那口棺材走了很长一段路，直到他被安进茂陵侧的封土里。赐葬陪葬器物于制，绶带冠冕，系最高礼数。那是一场整个长安都在观看的葬礼，规模大到让后来的史官也要停下来专门记一笔。宣帝在葬礼上做了所有应该做的事，礼成之后，他回宫开始做另一件事。要理解这场清算，必须先理解宣帝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以及他是怎么被造就的。他不是一个顺遂长大的皇帝，他甚至没有以皇帝的身份长大。他的曾祖父是汉武帝，他的祖父是魏太子刘据。巫蛊之祸里，他的整个家族几乎被杀绝。他以刚出生数月的婴儿之身系于腰间，被带进了廷尉的大狱。一个皇族的后裔，在监狱里开蒙，在长安的坊间街巷里长大，游历三府，混迹市井。在他18岁之前，生活和任何一个普通的长安少年没有本质区别。逛东市，去酒肆，坐在茶摊上听人闲谈当朝大将军的名字，只是心里多了一件他不能对任何人说的事。他知道自己是谁。然后霍光在废掉昌邑王刘贺之后，从宗室里捡出了他，让他坐上了那把椅子。停在那个场景里想一想，一个在长安市井里混了10几年的年轻人，某天被人通知有旨即刻进宫。他走过宫门的时候，身上还穿着寻常的布衣，脚踩在未央宫的地砖上，脚步落下去的声音和坊间的泥地是完全不同的质感。他不知道等着他的是什么。等他站进那个大殿，看见跪在地上向他行礼的满朝文武，那一刻他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史书没有记，也没有办法记。这是宣帝和霍光关系的起点，也是他最难解开的地方。那把椅子是霍光给的，不是他夺来的、争来的，甚至不是命运自然给的，是霍光的判断和决定，把他从市井送进了未央宫。他欠那个人一个不可能还清的债。同时，帝国之内所有人都清楚这把椅子的另一个来源在哪里。宣帝在位最初的那些年，霍光在他身边时，他若有芒刺在背，这4个字是他留下来的私人注解。史书把他放在那里，像是唯一一次他说了真话的窗口。20年，他把那根刺的感觉压到外面看不出来，这不是消灭，是搁置，挂在那里，维持它的存在，不让它变成冲动，等一个还没有到来的时机。所以当霍光死，那场葬礼是真实的，那些礼数不是伪装，把这个庞大的政治对手安置好，把这段关系结清，然后才能处理这段关系遗留下来的东西。后葬是句号，句号之后另起一段。霍光死后，霍家出了一个他们自己没有完全意识到的问题。霍光在的时候，他的权威不只来自官职和军功，他来自一样更难复制的东西，他本人对边界的判断。他用了20年在那条线上精确行走，知道哪些事做了会让整个结构松动，从不失足。这是霍光之所以是霍光的原因，不只是权力本身，是驾驭权力的那双手。那双手跟着他进了茂陵，留下来的是权力本身和另一双手。霍宇袭了爵，坐在父亲坐过的位置上，霍山、霍云、霍远、霍进各居要职。从人头数量上看，霍家在那2年仍然是一张覆盖极广的网，但网现在没有中心了。没有中心的网还是网，但已经不能成为围猎的工具。它随着各自的判断摇摆，随着各自的欲望和恐惧在做决定。这种焦虑落到具体的朝堂上是有一种特定的样子的。一件军务还没处置完，霍家的人已经通过自己的渠道表了态，发了话。一道需要走程序的任命，在正式决定之前已经被人事先知会了相关的人，不是协商，是通知，是把父亲在世时的习惯照原样搬过来使，却忘了那个习惯背后需要一个特定的人来撑着他。每一次宣帝都没有说什么，也没有生气，只是继续处置那件事。但在场的人都看见了那条线在哪里，谁踩过去了，踩过去多少。他们把无处不在当作安全感的来源，这正是宣帝在等的东西。帝国的政治逻辑不允许皇帝无故清洗功臣之家，尤其是有拥立之功的功臣之家。宣帝需要的不是一个名义，是霍家逼到了必须清算的位置这个事实。所以他等着霍家走过那条线，等到公元前66年，那条线终于被走过了。
清算真正动手之前，宣帝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那些准备在表面上看不像准备，某个职位上的霍家亲信被升迁到一个听上去更高但实际上远离核心的位置，某个握有兵权的人被调往地方，某几个关键节点悄悄换上了宣帝自己信任的人。这些动作分散在2-3年里，每一个单独看都有充足的理由，合在一起是一张网在被安静的系统的重新编织。这里有一个细节值得停下来看一眼，霍光死后的第2年，宫中禁卫的一个关键职位换了人，那个被换走的人调去了地方，给了一个不小的职衔，走得体面。那个被换来的人是宣帝在市井时代就认识的旧人，不是什么显赫的名字，是一张宣帝认识的脸。史书记这个调动只用了1行，语气平静，前后没有任何评论。但这个职位管的是未央宫的宿卫，就是这样，一个职位1行记录，一张旧人的脸出现在一个新的位置上。等到清算真正动手的那一天，那些门口站着的是谁，结果是不一样的。霍家感觉到了这种变化，但没能看清全貌。一个在权力顶端待了20年的家族，会自然地倾向于把不利的信号往最轻的方向解读，因为往重的方向解读意味着要做一些真正困难的决定。他们没有做那些决定，他们选择了密谋。密谋在史书里是一个简单的词，但它意味着那条线已经被跨过去了。宣帝拿到了他需要的东西，不是道德上的理由，是法律上的罪名——谋逆。这个词在大汉的法典里有清晰的边界，可以把一个家族上上下下拖进审讯，拖进卷宗。案发，程序启动，或予腰斩，或删，或云，相继自杀。涉案者族诛，节奏不乱，力道不易，法律文书写得滴水不漏。史官记下这段历史的时候，大概也感受到了某种东西。这不像是一个被压抑多年终于爆发的皇帝在做的事，他太稳了，太精确了，像是在执行一个很早之前就想清楚了的方案，只是在等那个方案可以被执行的时机到来。清算进行到一半，有一件事从审讯里浮上来了。这件事不是政治清算的主线，但它是整个故事里最深的那个东西。霍显被捕，审讯展开。公元前71年某个下午的事，霍显与淳于衍在一间安静的房间里的谈话。那颗父子那晚在皇后产后调理时被多放了一样东西的药，开始在官方卷宗里一点一点的被拼回它原来的形状。设想一下那个时刻，官员把那份卷宗放到宣帝面前的时候，殿内大概是安静的。一份记录着15年前那个下午的文件，一个名字，一个剂量，一个皇后的死因，终于被写进了官方的语言里，终于有了一个可以看见、可以递交、可以存档的形状。史书记录了宣帝得知此事时的反应：大怒2个字，但我不确定大怒是那一刻他内心状态的全部。许平君死的那一年，宣帝刚刚登基2年，他来自市井，在长安坊间长大，这样的人自有一套读人的能力。御医们的反常沉默，追查程序的戛然而止，皇后的死亡时机，他那时已经坐在皇帝的位置上，不是什么都看不出来的人。他有没有怀疑过，这是这件事里最难回答的问题，也是最重要的。如果他有怀疑，压着一个无法追查、无法开口、没有证据的判断，每天和他妻子的可能的杀人犯的女儿同住一个屋檐下，那是另一种重量，形状完全不同，但同样没有出口。那晚药的事写进档案的那一刻，是事情终于被说清楚了的感觉，还是某个他已经知道的东西终于被确认？史书在这里是沉默的，我们看见的只有那2个字，那2个字背后站着多少年，那些年里压着什么，没有写，也没有办法写。还有一个人是这件事里被单独悬置的问题。霍成君，霍光之女，许平君死后次年被立为皇后，在那个位置上待了整整10年，直到公元前54年被废为庶人，迁昭台宫，后徙云林馆，最终自杀。从许平君死到霍成君自杀，中间是17年。案发之后，霍成君还在宫里，他父亲已经死了，他的兄弟已经伏诛，他的母亲已经入狱，他的家族从长安的政治地图上开始消失。他坐在他的宫殿里，宣帝没有来，也没有任何旨意。那段时间里，他想的是什么，没有人记录过。外面的世界每天都在变，他所在的那个地方像是被单独搁置了，不废不处置，就那么留着。宣帝没有立刻废他，他留着他，让他在那个位置上继续待着，在所有知道那件事的人都能看见的地方一直待了数年。这不是遗忘，不是宽恕，也不是犹豫。霍成君知道多少，史书是沉默的。他有没有在某个夜晚被他的父亲或母亲有意无意地让他明白了他所在位置的真实代价，没有人说过。但不管他当年知道多少，那件事的最终定性里，他要对他负责。用的罪名是制毒，把他和他母亲当年做的事扣在了一起，不是连坐，是共犯。许平君死于那碗药，霍成君最终也没有走出他的边界。清算结束之后，宣帝留下了一句评价霍光的话：
忠然不学无术，暗于大理。忠但不懂大局。这句话是在霍家覆灭之后多年说出来的，语气平静，不像发泄，更像盖棺。据说说这话的时候是一个极为日常的场合，不是史书专门留出来的评价时刻，不是祭祀，不是下诏，是一个普通的奏对场合。有人谈到了旧事，谈到了当年的辅政大将军。宣帝停了一停，说了那句话，然后话题继续往下走。店里没有停顿，没有人追问，就过去了。他没有说霍光有罪，没有把那碗药的账追溯到霍光压下追查那个决定上。在他的表述里，霍光和霍家是分开的两件事。霍光的谥号完整，葬礼的规格没有被追回，他在历史上的位置保持了那场葬礼给他的那个形状。霍家的账在霍家那里算清楚，止于霍家，这是这场清算最精密的地方。他给帝国的政治记忆留下了一个复杂的答案，而不是一刀切的黑白。杀功臣的皇帝和清算谋逆之家的皇帝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历史形象。宣帝把私仇处理成公案，让整件事在司法程序的名义下走完，而不是在皇帝个人意志的名义下走完。这需要的不只是耐心，他需要在那漫长的时间里始终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始终能把我的感受和我能做什么分开放置，在时机没有成熟之前，始终不让这两件事碰到一起。一个从监狱里开梦的少年，在权力最深处的阴影里熬了20年，学会的东西里，这是最核心的一条。许平君的谥号是恭哀皇后，哀这个字里面有什么，做谥号的人都知道，它不只是被悼，是对一个死得不该的人的正式承认。这个人的死不应该以这种方式发生。那碗药写进官方卷宗之后，宣帝追尊了许平君，用完整的礼数让他在史书里重新得到了一个位置，不是产后不治的皇后，而是被谋杀的、被追查、被正式确认死因的皇后。宣帝后来把自己的陵寝选在了杜陵，紧挨着许平君的墓，这是他能做的，是他做了的。两个陵寝，一个曾经在长安街头一起生活过的两个人，中间隔着很多年，隔着一碗药，隔着他用了半生才拿到的那个确认。他不会知道这些，他死的时候不到30岁，孩子刚出生。那碗药最终被查清楚，害他的人最终付出了代价。那个曾经和他共过市井生活的男人，在他死后等了那么久，做了那些事，他永远不会知道，没有一件能被他知道。权力可以把一个家族夷平，可以把一件掩埋在地下的谋杀从档案里重新拖出来，放在所有人都看见的地方。他不能让一个人回来，哀字就是这个意思。